你是不是脑袋有点不清醒的呀？1.85米，黑皮体育生1，你非得要吊死这种树上？我跟你讲，很多圈子里面说什么找不到1，你看看这个0，这个老头0玩的多开呀！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挺大的困惑的。我现在吧，我就是一个体育生，我1.85米啊，今年21，上大学是吧？对，就有一次我打篮球的时候嘛，就有一个怎么说呢，在别人眼中可能算是一个大爷之类的吧，他就过来夸我打篮球打得好嘛，然后就跟我聊了挺多的，就一直在那儿夸我说我也挺高的，也挺壮的那种的，然后他就问能不能加我的那个绿泡泡嘛，当时我就感觉他人也挺好的，说的我也挺喜欢听的嘛，然后我就非常乐意的我就给他了嘛。我给他了之后，然后他当时他就走了，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又给我拿了瓶水过来，就看我打篮球打得挺热的嘛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那个大叔多大年纪啊？58。那是大叔吗？58，他头发都已经变成那个超级赛亚人白色了吧？他多高啊？大概应该不到1.7米吧，反正我感觉不到1.7米啊，大概应该就170、180斤。我打完以后嘛，他就叫我出去吃饭。你在打篮球，然后呢，就是来一个那种这么大肚子的这种大爷过来，然后加你微信，然后就给你买瓶水。他刚认识你，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啊？怎么说呢？可能感觉我打篮球打得挺好的吧，聊了一会儿嘛，就挺聊得来的。然后说出去吃一口，第一次就这样。然后后来吧，他就是有时候会稍微的动一动我。动一动你什么意思？57、8了，就是你不把他往外面推嘛，也不反感嘛？他当时他第一次动的时候吧，给我吓了一跳。但是吧，后来我就感觉挺好的，我一点我也不反感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你是一个1还是0啊？还是说你有想过自己是不是通讯录啊？我说不准吧，怎么说呢？我是16、17的时候吧，爸的一些朋友吧，我看着他们怎么说呢，就跟看上那种漂亮的女的那种差不多吧。你爸的朋友跟你爸一样大了吧？所以说跟你们讲啊，很多兄弟嘛就是来问我，对吧？就说老师，我年纪有点大了，我40多岁了，对吧？我配不上我对象。我跟你讲，你看看这个1.85米的体育生，21岁纯1。喜欢58岁的大爷，这个世界啊，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喜欢，对自己充满自信。年纪大了没关系，有些人就喜欢年纪大的。然后呢？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当时我就感觉他人挺好的嘛，他就给我一种那种被保护的感觉。我没事我就想跟他待在一块儿，去看个电影，我有时候还坐他身上。你不是纯1吗？你坐他身上，他只有1.7米不到。但是他身上舒服嘛？啊，就像那个儿子坐爸爸腿上一样吗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那种保护着我的感觉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你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从小爸妈离婚还是什么的？对。哦，所以说嘛，是不是判给妈妈了？跟妈妈的？对。我猜一下啊，盲猜，看我猜的对不对？就是你在体校里面是不是也被教练欺负过？基本上3天2头就被他们欺负。上次都把我行李箱给我扔出去了。所以说我跟你们讲，就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，就是跟你从小受的那个家庭环境是有关系的。就是因为你从小缺少父爱，可能也是幻想，就是说有一个爸爸的保护，所以可能会比较喜欢他。而且我发现这个体育生很多都是1M 啊，就是虽然是个1，但是他就是很幻想被保护。你继续说吧。跟这个大爷我们相处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吧，没事就出去玩一玩，逛一逛之类的。我们不是大学嘛，我就感觉他又找了新的体育生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感觉出来的？就是我当时打篮球的时候，他主动过去找我嘛，我也看到过他主动去找别人。现在就是他有时候不回我的绿泡泡嘛，有时候一弄好几个小时才回我，我受不了他这种啊。然后那天就是我看他的手机嘛，然后他绿泡泡上面也加了各种什么备注着身高的体育生。他58岁了还吃得开吗？吃得下？不怕不消化？就是他除了请你吃点饭之外，他还有给你就是花过点什么吗？或者你有给他花过点什么吗？他给我买过贴身的那种衣服嘛，各种2个人在一起之间的都会买呀。你现在想跟他干嘛？你现在想跟他就是好好在一起，还是说有什么情感问题？对，我现在就是想跟他好好的在一起，但是他现在他的绿泡泡上面这么多体育生，我有点接受不了呀。所以说我刚才才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他跟你在一起，除了买这种2个人一起的玩具，请你吃个饭之外，还给你花过其他的钱没有？基本上没有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大爷很厉害的啊，遇到一个情场高手了。你们想一下，就是你在打篮球，篮球场上面很多通讯录都不敢见人的，这个大爷挺着个这么大的肚子，然后看到篮球体育生就上去搭讪，你绝对不是第一个了。你现在跟这个大叔谈，你是第几次谈啊？我是第一次嘛，我之前我都是偷偷的看我爸的那些朋友嘛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实际性的进展过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呀。真是一个很纯情的体育生啊！你跟这个大叔就是说他也没给你花过什么钱，那你们就是有过实质性的行为吗？有。我猜一下，是不是就是你发生了实质性行为之后，他才开始就是说不搭理你的？对。你个大叔啊，就是他很厉害的，我跟你讲。
有很多大叔他们很厉害，他们买一个那种很大的那种照相机，喜欢男的也有，喜欢女的也有，就是去那种景点，看到哪个美女好看就给他们拍照，看到哪个帅哥好看就给他拍照，加一堆的美女帅哥，还有去篮球场的，我都见过好多了。真的，你这个有点就是说受害者了啊！说实话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你按道理可以配得上一个很好的，但是你第一次就给一个这种老油条，就花言巧语一顿饭就把你骗了。1.85米，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啊？他能去篮球场搭讪，我跟你讲啊，那种篮球场搭讪的人，他们都是很敢的，早就不要脸了。我跟你讲，但凡一个通讯录，他是很隐晦的，躲着都来不及，只敢就是像你一样偷偷在门缝里面看。那你跟他那个有没有做保护措施啊？又不会有做什么保护措施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大叔很乱来的，你看他微信里面加了那么多什么备注身高，根本都不是认真找对象的人了。现在我跟你讲，第一步先跟他分手，不要再谈了。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己去查一下，没有破的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也不用太担心，但是还是去查一下，因为1的话还好一点。但是这个我跟你讲真的很危险，一定要做保护措施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你如果想找个长久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条件真的随便找，什么样都找得到。你这属于在圈子里面天才了。你之前用不用软件什么的？之前用过那叫什么小蓝，那布拉蒂。对，那你用软件应该很多人找你啊。但是吧，我还是就看不上那些年轻的。怎么说呢？毕竟我们两个，他是在我学校工作的嘛，我们两个没事就相处，我也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了就。他不行啊，兄弟，他很危险的。他加那么多什么备注那身高的，他不知道跟多少人那个啥了。你不怕死吗？哎，我怕是怕，但是毕竟我们两个都挺长时间的了，也有感情了。我也不想跟他分开，我也接受不了啊。什么感情啊？2个月什么感情了？2个月就是山无棱天地合，怎敢与君结是吗？就是感觉他挺保护我的那种感觉嘛。你是不是脑袋有点不清醒的呀？1.85米，黑皮体育生1，你非得要吊死这种树上？我跟你讲，很多圈子里面说什么找不到1，你看看这个0，这个老头0玩的多开呀！就印证我那句话，80%的优质1掌握在20%的那种精通人性的那个0手上。这种老头0都玩的这么开，你们要有信心。有时候你们看那个黑皮体育生，他不搭理你，不一定是你太差，也不一定是他眼光高，可能人家就是不喜欢吃香菜。那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换一个吧，真的，你这种条件很好找的，就是如果你喜欢找大叔的话，我有100种方法教你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不怎么想接受其他人，所以说我今天我找到你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。你说让我跟他分开吧，挺不想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是应该问我怎么办了，你现在应该先去医院里面查一查，这才是你的当务之急。你就是不要光想着自己，也想想爸爸妈妈，老了之后还需要你养老送终呢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首先他是一个到处乱玩的，你都说了吗？你想找一个长久的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野马，你怎么拴住他呀？他不是那种被驯养的人。我跟你们讲个故事，之前我有个学员，他也是喜欢老头，找了个老头，那个老头玩的特别花，不做保护措施，结果后来就是被查出来那个有那个大礼包，查出来大礼包之后1年嘎了。做保护措施的就没那么舒服了呀。如果说你不想那个啥，那你起码找这个人得靠谱一点，不要找这种到处乱找的。就是首先我们找对象啊，就是你筛选人就得好好做。找对象就3步，第一个去哪里找，第二个怎么找，第3个找什么。你一开始找就得找认真谈恋爱的。但是吧，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他这样，我现在我知道了，我这不挺生气的吗？真的。对啊，那他还有其他体育生，你能拿他怎么办？人家1瓶矿泉水就把你骗到手了，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啊！从来没有人对你这么好，怎么了？吃顿沙县小吃就叫对你好了？那你是不是太不值钱了？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那你凭什么让别人看得起你呢？老师，你说我真的挺应该跟他分开的呀？分吧，我建议你分好不好？我们帮助无数的人找过对象。其实说实话，你喜欢的这一类人是已经被圈子淘汰的人，他们是属于这个圈子里面边缘群体。其实他们平时啊，如果不是碰到你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老头如果不是说他特别会撩，如果不是说他掌握了这种恋爱的核心技能，我跟你讲，他根本就没有人要的。但是呢，就是他掌握了核心技能，他知道去哪里找，他知道怎么找，他知道他要什么，所以他掌握了这3个核心法则之后，他很容易就找到对象了。像你这种条件这么好的，真的软件可以用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扩充一下渠道，你就是认识的渠道太少了，只敢在那个里面偷偷的瞄。还有一个，你要知道怎么去识别通讯录。你经常打篮球，经常会有很多老头的，有一些他就是通讯录，只是他不像这个老头这么大胆，你要想办法把他识别出来。我经常在路上可以搭讪帅哥的，我1秒钟我眼睛对视，我就能看出来他是不是通讯录。对，这个你要学。如果说你想去解决恋爱问题，想去解决脱单问题，想解决情感问题的，联系我，然后呢，我教你们。曹老师，那我就是我在后台我联系您一下，到时候您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